带追查事件真相，掌握政局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伦。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退役中将帅化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还有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以及前驻纽大使叶文吉。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还是要持续来探讨一下中东战事。好，因为呢，最近大家就会发现到说啊，看起来伊朗不愿意退反而美国一直不断的用一些讯息啊，或一些外交的手段好像在不断的塔口。好，但是我看到这一阵子的这个伊朗的讯息我就一句话。打不死我，必使我更强大，好像就是这样的感觉现在在伊朗的报复是再升级好，他们已经发起了真实承诺第44轮的军事行动，来打击美国第5舰队的基地。好，伊朗发射的是霍拉姆沙赫尔的，还有海伯尔谢坎，以及这个法塔赫、伊马德，还有卡德尔等大量精确制导武器以及超重型的导弹，还有精确制导的无人机，对以色列的北部包含有一些军事基地，还有美国的海军第5军的基地，以及该地区其他的美军基地来进行打击。好，所以伊朗呢现在也不断的在呛虾所以代表他们好像底气蛮够的伊朗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首长拉里贾黎说啊，川普宣称在追求速战速决，虽然发动战争很容易但是想靠几则推文就赢得胜利他说根本不可能好，除非川普为了严重误判付出代价，而且感到后悔，否则伊朗绝对不退让。好，但是我们也看到相关的讯息，也包含是伊朗这边也有一些战损，包含他们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空军指挥官，还有他的妻子以及2个孩子在伊朗的中部阿拉克遇袭身亡。好，这是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所做出的报道。好，那伊朗的战机也有一架遭到轰炸。那我们要看到这个是德黑兰的17世纪的宫殿炸成了废墟。好，我们这画面是美伊两军持续的轰炸伊朗，除了军事设施被攻击，其实伊朗境内的世界文化遗址也被沦为箭靶。空袭行动波及了伊朗珍贵的文化遗产。那位在伊斯法罕的17世纪宫殿不仅是玻璃碎裂，那连壁画瓷砖也都碎满地，至少有4处的世界文化遗址是都遭受了损害那这对很多文化人来看是觉得非常的难过因为战事的关系。但是美伊现在真的是进行到了军力的火拼。好，我们看到美国现在有公开炸毁伊朗军机的片。好，称是有系统的在摧毁伊朗的空战能力。好，这是美国中央司令部所说的。他说，伊朗在跟美国的军队冲突正值日渐丧失空中作战的能力。说美军不仅在抵御伊朗的威胁，他说我们正在有系统的摧毁他们。那甚至美空袭伊朗的军机CNN 的报道上面说，根据美国中央司令的影片曝光的部分来显示其实有3架，你可以看到画面上有停在机场跑道的军机先后遭到攻击，那每架的飞机至少都被击中1次。那随着镜头越拉越远可以看到3架的飞机同时在机场内燃起了大火。好，那美军当然也有相关的其他的行动打击，包含的是 B-1 轰炸机，说装载的是装地炸弹，这画面也曝光。好，一样也是 CNN 所报道说，这画面的拍摄地就在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好，停放机坪的就是 B-1B 的轰炸机，而且由地勤人员装载着重型炸弹。那这弹药的类型就是被称为钻地炸弹的武器，主要就用于摧毁深埋在地下而且经过加固的军事目标。好，我们之前在节目上也有讲过说伊朗的地形跟一般的国家不一样，他们很多的军事设备其实都藏在地下。好，所以美军突然释出这样的画面，当然是要刻意放出一些讯号，就是要向外界展示美军已经准备动用最具威胁的远程打击武器之一。那伊朗能够阻止这些行动的手段当然对美军来说是希望它相当有限的。好，但是美国现在也有一些状况我们看到美国的中央司令部有特别讲到说他们的超级航母福特号有起火，
而且有2个人受伤了。好，那当然就好奇啊，是什么事情发生的呢？那他们的官方说啊，初步确认这些事情跟战斗行动无关是舰内设备或是作业引发的意外。那事故发生之后，舰上的消防还有损害的管理小组就迅速处理的，所以火势很快就被扑灭，航母各项系统也都维持正常的运作。好，那伊朗也说啊，林肯号的航空母舰呢已经撤走。那伊朗的武装部队司令部说，他们的革命卫队海军对美国的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发动了攻击，所以现在这个航空母舰已经失去了作战能力，离开了事发海域，返回了美国。好，所以这件事情我们还要等到美方这边再进行相关的确认。但是另外一个叫做 KC-135也是美军这边的，在伊拉克的西部坠毁，机上的人员是搜救当中。那现在也有亲伊朗的民兵说就是他们击落的。那伊朗现在到底是不是一个战术正在转换呢？我们看到伊朗说啊，他们已经研究了美军20年，搞出了马赛克防御的战术。那伊朗的飞弹看起来这次跟半年前比起来，命中率真的有增加，所以就有情报专家点出啊，恐怕是跟中国的北斗系统有关让他们的精准度明显提高。好，那英国的国防大臣希利则说，普京看起来是伊朗在中东冲突采取部分战术的幕后推手毕竟因为油价飙高受益的世界领袖就是普京。那现在川普到底会不会骑虎难下呢？因为想要收手缓和油价的压力，但是伊朗的政权如果挺过了考验，就会重新武装，甚至是制造核武。那速战速决这个推翻伊朗神权的构想是落空，所以现在是骑虎难下。还是回到一轮一开始讲的伊朗现在看起来就是打不死我的，必使我更强大。所以如果他挺过这次美国跟以色列的攻击，会不会决心发展核武？这是大家所关注的。我们先问亮哥。伊朗就是你刚刚讲的嘛，说马赛克式的就是分散式的作战那另外一个就是不对称的战法那这2个就发挥得非常明显了。因为以色列跟美国本来以为斩首之后，伊朗群龙无首就会内乱嘛，或者是人民起义，或者是国防军就干上革命卫队，或者是革命卫队自己内乱，结果3件事都没发生都没发生，所以表示你认为会群龙无首，实际上不存在他现在是分散式的作战。我听说收入就是卖给中国的油了，就直接给革命卫队那第二个就我们讲不对称作战，比如说他用那个见证者136无人机便宜嘛，那逼你要打拦截弹，你就是成本不敷成本嘛那第二个就是把那个阿拉伯半岛的美军基地整个扯下水所以阿拉伯半岛31个美军基地都被打，那就跟海湾国家打这个招呼嘛，说你要不要中立啊？你只要中立，我就不打你。可是你只要借用美军基地，那我还是要再打那第3个就是制造世界的经济动荡嘛，就是封了毛瑟那个霍姆斯海峡那现在美国真的是有点骑虎难下了。比如说你刚刚讲到用这个 B2 轰炸机，要用那个钻地弹最大号57GBU57啦，那个大概是3万磅的炸弹，可是它打下去的深度60米。那伊朗的地下基地很多是100米以上很多是100米到300米，这么深他做这个做了35年他这个存亡之战我跟你讲我们常常讲说台湾的高山很多，超过3000公尺有200多座，伊朗超过4000公尺的山超过600座，所以很难打，就这个原因就是你出动也没用，就 B2 了那他也在想是不是用空降师、地面突击特种部队那现在在考虑了，说可不可能占领荷姆斯海峡那个33公里的2边
可是评估之下也认为做不到，因为那攻击不断啊，导弹也可以从也门射过来啊。那现在被评估的很重的，是要去打伊朗的那个石油的出口岛，那个卡格岛。那伊朗那个卡格岛真的会被摧毁？如果真的打，伊朗的石油大概有80%从卡格岛出来，可是伊朗已经喊话了，说你如果打我的卡格岛，我就打沙地阿拉伯最大的油田。所以为什么油价突然飙破又破百？就是这个新闻。本来有降下来一点，就是这个新闻，突然间又破百啊，然后停在96左右，就是这个新闻。因为这个新闻，因为美国做得到，美国如果要用各种攻击武器啊，要毁掉卡格岛，那绝对做得到。可是你没有摧毁伊朗啊，所以伊朗一定会报复嘛。那他如果打沙地阿拉伯的油田，那大家都不要玩了。等于是波湾，你那个霍姆斯海峡打通也没用啊，是，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目前美国真的是有点头痛啊。我坦白说啊，你用远程的战略轰炸机去炸，你也炸不到那里啊，因为它是100米更深啊。所以你说美国要怎么办呢？啊，目前就卡在这里。对，那这样子的话，当然全世界都会被这样子的状况给拖累所以这个是最大的黑天鹅。将军，像美国来讲，鸭子死了嘴巴硬，非要讲我美国有油不缺油不怕油，但是你想想啊，全世界缺油的时候，全世界物价上涨，那卖到你美国的东西是不是更贵？那你美国的通膨是不是还是要起来？这个影响是播出去又回过头来，你以为你不受影响？就为什么这是美国不准去以色列去炸伊朗的油田？因为伊朗去炸你沙烏地的油田，那大家没有用，大家没有用，你美国还是间接受害。所以这个战争呢，我们把它归纳一下，它就是一个消耗战，它比什么呢？比库存优势。你美国的库存送不到前线，你要靠航母跟舰队带去。这一招经过这10几天，船上带的毕竟有限了，对不对？所以不管林肯号是不是受伤，至少你已经没有什么这个舰队里面没有什么飞弹可用了。不是航母，是他带的这个带刀护卫这些驱逐舰。你想嘛，一开始打5000个目标，那5000个目标都是战斧飞弹啊这些东西嘛，那你这个东西你一时半载补不起。我上次就跟你们节目讲过，飞弹要再补充要靠港，他没办法在舰上自己搬上去，他一定要港上用起重机吊进去。所以林肯号要回去，你看他现在航母的问题出来了，福特号号称是最贵的一条，全是前几天是还被大便淹死了，对不对？好，现在又起火啊，电动弹射又出问题，所以美国的尖端武器现在问题，福特号丢人丢大了。现在连李米兹已经要退伍了，进入启动退伍程序的又要赶回战场，干嘛？因为福特号的战力有点问题，要支援，林肯号又不行了，所以你要带着新船去，对不对？所以我讲库存优势，不是说美国库存远在万里之外啊，伊朗是就地存出啊，所以这场战争我就想到《孙子兵法》讲的，美国最强的是动之于9天之上，把伊朗的空军炸光。那伊朗呢？我长之于9地之下，你打60公尺60码，我长的100码。那我跟你讲，各位观众，你只要到山西、陕西那边去看那个山地高原啊，老百姓都是挖洞住在里面。伊朗也是这样，他们很多建筑本身就隐藏在这个山坡这里面，所以他挖地道是很习惯的。而且你美国有 GBU 炸弹，人家早就知道了 ，GBU 炸弹的贯穿力很早以前知道，所以他所有战备都挖在100米、300米，所以这个东西就比出来了，你知道吧？那今天伊朗就说：“我跟你拼到底。”我上讲嘛，你不要脸，我就不要命嘛，我就跟你拖。这样拖下去，川普唯一的结局就他现在就在做的，夸大自己的战果。等到伤亡再出来的时候，这夸大的战果也没有用了。这个下台阶只有自己啊。吹牛，我已经打完了，我下来了。对，但川普要下台阶，人家不见得要让他下吼。谢大使，
对，因为这个川普2-3天前还在那边这个控轰，他说要升高战争的怎么样力度跟它的范围，他要 escalate。那不晓得他有没有做到？可是伊朗宣布他要提升了。伊朗说我现在要升高作战，而且我的战略已经变了。前天吧，伊朗的军方说，我们已经不再用所谓的被动还击、对等还击的方式打这场战争了。我们现在要干嘛？主动出击。主动出击呢，然后呢，我们还要结合盟友，然后另外一方面呢，还有比较更高阶的、更新的武器要开始使用。所以就昨天吧，那这个伊朗跟这个黎巴嫩的真主党就一起对以色列的目标开始大开火。对，那光真主党听说就打了200枚火箭弹，那其他还有这个就是说无人机。那伊朗方面他们刚刚就说了，他用了什么？他用了一个霍拉姆沙赫尔4。这霍拉姆沙赫尔4是现在就是说伊朗它拥有射程最远而且吸弹量最大的一个中程导弹。那这个它最多可以载1500公斤的弹头，所以它的破坏力非常大。现在它拿出来用，而且它正式说我是拿这个出来用。过去他没有说我用什么打，所以你看这次打除了这个霍拉姆沙赫尔，还有这个法塔赫，这就是它的超高音速飞弹。所以它是怎么交替一起打的？那就针对以色列。所以呢，这一次已经说我没有说你打我打你，我反击。现在我主动出击，另外我也把我的这些我的卫星这些盟友比如说黎巴嫩的这个真主党，要一起打，同一时间打。然后呢，打的目标也在转移，也就是说，打的目标不完全是军事目标了。再转移到其他可能军民两用的这种目标了，所以美国还在那边说要提升把这个战声升高，人家伊朗没有说，人家直接就做了，所以呢，那这就让川普吹牛吹了那么久，说我把他的飞弹也什么弄了什么东西什么，结果人家越打越旺，那也就是你川普前面的话，那就是说你要不然你情报错误。要不然你就什么，你在虚报战果。对，所以很多人看这场战事就觉得会没完没了。好，我们进一下广告，马上回来。好，我们说伊朗炮火四射，而且加大力道在攻击。好，我们先看到就是之前不是曾经说吗？伊朗威胁攻击西方的银行，结果是玩真的他们直接飞进了杜拜的金融区啊！哇，讲到杜拜就知道不赶快这地方哇，天天都有是有钱人住的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商业的地方好，所以呢，这个无差别攻击持续杜拜的住宅大楼也遭无人机砸出了大洞，爆出了火舌。我们带大家来看这画面这是豪华滨水住宅开发区杜拜云溪港这一处的这个住宅大楼，哇，你看到它硬生生被砸出了一个大洞。好，网络上疯传的影片可以看到部分楼层起火，这火势集中在1至2间的公寓。好，外墙被无人机砸出大洞这墙体碎片直接掉落到下方的街道。好，那当然无人机的攻击现在看起来伊朗是不断的在释出那甚至连伊拉克的基地也都遭到无人机的袭击。好，法国总统马克宏证实有1名法军准尉在伊拉克北部的库德斯坦地区遇袭身亡，那还有多名的士兵在这起无人机的攻击当中也受伤了。好，他攻击的地点是位在艾比尔西南方的马赫姆赫基地附近。好，这基地长期都是库德武装部队使用，而且驻扎国际联军来执行打击极端组织的任务。好，那伊朗还有对一个地方下手，就是意大利驻伊拉克库德族区域的基地也被伊朗攻击了。好，意大利的外交部长
塔加尼周四就在社群平台 X 上发文说，位在伊拉克库德族自治区的首府阿比尔的一处这个意大利军事基地就遭到了攻击。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伊朗持续炮火不断，而且开始有点在外溢了哈。好，那对以色列跟美国、伊朗这边博德加他们的最高领袖有发声说不会放弃复仇。好，毕竟穆杰塔巴的父亲是被美国这边轰炸死的所以这个国仇家恨之仇必须要报。他是在12号发表了上任后的首次声明，虽然没看到他是由主播来说声明的，但是里头的语句非常的强硬。他说我们不会放弃复仇，而且会继续使用封锁霍姆兹海峡这一个战略杠杆，而且在必要的时候会开启全新的战线，所以呼吁地区的邻国要尽速的关闭美军基地。那伊朗会持续的锁定这些美军基地来进行攻击。好，那当然川普看到这个伊朗都博得加，而且还说要复仇哇，心里可能是更睡不着觉了。那个 X 或者他自己的Truth Social要一直按键因为要发文。他说德黑兰政权是一批精神错乱的混蛋。好，到底谁精神错乱呢？到底全世界的黑天鹅到底是哪一只呢？就是川普这一只吧。好，伊朗的议会议长也说如果他们的岛屿将袭就会放弃克制。好，也就是刚刚这个亮哥所说的，这个针对任何伊朗岛屿的侵犯都会迫使伊朗放弃所有的克制。如果真的遭到袭击的话，就会这个让波斯湾的这个流淌侵略者的鲜血，美国士兵的鲜血将由川普来负责承担。好，那我们也看到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他最新也对了穆杰塔巴有释出一些讯号，我们来听一下。כבר עכשיו אפשר לומר בוודאות, זו כבר לא אותה איראן, זה כבר לא אותו מזרח תיכון, וזו גם לא אותה ישראל. אנחנו לא מחכים, אנחנו יוזמים ברית שלא הייתה כדוגמתה עם ארצות הברית. אנחנו באים לפגוע אנושות בתוכנית הגרעין וגם בתוכנית הבליסטית, במיוחד למנוע מהם, מהאיראנים, להכניס אותם מתחת לקרקע, מקום שהם לא נוכל לפגוע בהם. את היעדים הללו אנחנו נשיג. 好，再度发出了死亡威胁的暗示好，那当然以色列这边也空袭了伊朗境内的设施，而且说这一处就是涉嫌有核武研发的地方。好，那我们再看到就是印度有求助伊朗，因为现在就说希望油轮能够通过赫姆兹海峡好，印度的总理莫迪就有跟伊朗的总统来进行会谈。那现在印度的餐馆呢，为了省瓦斯，已经取消了热食，包含了热茶、烤饼。都不能再做了好，我们看到印度是全球第二大液化石油气的进口国。好，那因为这场战事爆发已经动用了紧急权力，要求炼油厂提高产量，但是市场的供应仍然相当紧绷。好，所以印度这边有一些相关措施，包含这个员工的餐厅取消了油炸，而且把热茶改为柠檬水，那热汤则改为优格或是酪乳，那甚至烤饼这些比较消耗瓦斯的食物都是停止在制作的。好，不过印度的石油部长有说非赫姆兹原油的采购有增加到进口的70%的水平。好，那过去5天的液化天然气的产量也有增长28%。好，所以可以看到现在在整个战局上面大家除了看中东的战争之外其实牵动的东西真的很多。好，我们一开始还是先问亮哥。因为以色列去打伊朗的银行所以伊朗就说所有那个阿拉伯半岛跟以色列银行1公里范围内大家最好避开。结果据我了解了那个花旗银行跟汇丰银行都暂停上班。会怕就没有开了。那这个等于是战争就外溢到都是民间的领域嘛。那为什么阿联酋被打得最惨阿联酋被导弹攻击还超过以色列，因为它就是最亲美的那个阿拉伯国家我跟你讲，它除了让以色列来装那个萨德雷达站之外，它有2个港口是美军的补给港所以其实伊朗对它是很有意见的所以炸得很凶
那他就是要逼阿联酋这个，因为杜拜在阿联酋嘛，就逼有钱人出来表态了，等于是这意思啊。那杜拜真的有一个有钱人出来表态了，是一个23亿美元的集团，他出来骂川普了，他就说你们开这个战把我们卷进去，你事先都没打招呼啊，那海湾国家就面临一个抉择了，就当年他们设美军基地是为了能够得到更大的保护，现在逻辑好像倒过来了，现在好像有美军基地就必被打，招致必被打而且那个对面那个巴林，他不知道打过多少次了，因为那个是美国的第5舰队司令部，那伊朗不知道炸过多少次了，就是要逼巴林，你以后不要让他复建。我坦白讲，这个战争结束之后，美国在中东还能够维持多少基地，这个就是一个值得观察的点了那其实很多新闻都被盖住了，因为美军昨天他就出来讲，他说我们目前死亡8个，可是有140个人住院，那其中有8个人是严重受伤，所以已经有一些人调整，说美军已经死亡15个人，说住院的陆续会有人死亡嘛。以色列更绝，只要有战区新闻照片对以色列不利的，不止不准，最高可以判5年。他用刑法来阻止消息外泄可是有关以色列的新闻也慢慢出来了，人家用匿名的方式出去了。特拉维夫真的被炸得很惨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就是你就继续消耗嘛。那伊朗当然是被炸得很惨尤其是德黑兰那可是就大家都一样嘛，你炸我的油田，我就炸你的油田；你炸银行，我就炸你的银行。目前就是这样。那目前还更麻烦的是海法，海法距离黎巴嫩真主党蛮近的那听说现在以色列的拦截率大不如前，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缺乏阿拉伯半岛的基地的雷达预警时间变短，眼睛耳朵预警时间变短，然后那个拦截飞弹也变少黎巴嫩如果开始用火箭弹猛打海法海法有一个以色列最大的净水厂，那我坦白讲，这个都已经是在消灭民族了啦，已经不是国家的战争了，因为这个都是违法的，违反战争法的，这会死人没有水喝可是你就是打绝了现在双方都有这种动作了，现在就是很麻烦。结果川普还在写那贴文我正在杀他们。对，因为沙漠国家有时候水还比油更重要，所以当然会说如果攻打到这个淡水厂的话，就一发更不可收拾了。好，将军怎么看？这个人可以饿4天还不会死，饿2个礼拜也不会死，1个礼拜没水喝就走了。所以这个抢水，今天淡水厂再打个1、2个，还给你留1个，那更麻烦。对那老百姓会疯狂的抢水。没有水不能活会造成恐慌。对，这种恐慌是生死的恐慌，这比缺油、缺粮都更重要。缺粮，我们挨个饿个10几天没事还死不了嘛。水不行1个礼拜不补充就出问题。所以现在以色列会很惨，他为什么要封锁消息呢？因为现在伊朗有充分的余力，你的铁穹已经破了嘛，那你破了，然后导弹又不足。所以美国自己也不足，所以才送炸弹给以色列。以色列最后一口气就是丢炸弹嘛，2万枚，丢炸弹嘛。可是伊朗是说，我地表上的东西随便你炸吧，我也没办法，对吧？我反正是地洞里的东西跟你慢慢耗嘛。所以这个问题优劣势就出来了。你像炸美军基地，我跟你讲，美军基地港口一旦被炸，美国派在前线的航母集团呢，就通通要回国了。你空船这个仗拖不下去所以才叫 B1 在准备B1 是美国境内可以飞到以色列去炸几发炸弹。可是这个东西在中国这叫强弩之末，不足以穿鲁缟。
这个弓啊，已经没劲儿了，射不出几支箭，所以这个仗打下去啊，所以看以色列以前那个骄狂的样子啊，对付中东所有国家那个蛮横不讲理，占人家的土地，杀人家的老百姓，残杀这个巴勒斯巴犹的这个，现在遭到报应了吧？现在是一天24小时的夺警报，而且伊朗还搞个什么新玩意儿？无人机以前是燃油的嘛，他现在搞电动马达，电动马达什么意思？这无人机没有声音了。飞过来的时候没有感觉，没有声音了，电动马达没有声音。它本来声音很大，本来你听到那个内燃机声音很大嘛，它现在没有声音，所以摸到哪里去打哪里，它又是低空，这就很难防。对，低空。你发现它，你还可以用机关枪、这个飞机、直升机去打它，它没有声音，在夜暗再进来。所以他打的目标越来越刁钻了。所以这也算是不对称作战的一种极致了吧？对，以前无人机携弹量不大，是现在40公斤的炸药都可以带。那改良过了吗？改良过了。好，谢大使怎么看？其实阿联酋啊，这次它是海湾国家，就是说海湾这个地区被炸的最厉害的一个国家。这里面还有一个历史的因素哈，就是1971年的以前呢，英国在这个霍姆斯海峡。他掌握了3个小岛，这3个小岛比较靠伊朗侧。那这个3个小岛，1971年英国退出以后啊，伊朗就把这3个小岛给占了。可是呢，阿联酋说这个不是伊朗，是我们阿拉伯酋长联合大公国有几个小国，他们的就是说传统固有领域，所以他们之间有这个领土纠纷。可是呢，这个领土纠纷就变成就是说，双方没有用军事问题解决，一直是希望透过这个，比如说这个国际法庭或者联合国，或者经过国际仲裁啊。可是伊朗都拒不接受。那另外一方面，你要知道，其实阿联酋它这个杜拜跟这个阿布达比这2个城市啊，其实它是所有在阿拉伯世界里面最世俗化、最开放的一个城市。所以你去那个地方，你会发觉怎么有那么快？尤其你去杜拜，你就发觉那个你5年没有去，你就发觉另外一个城市。我大概中间有隔过10年没有去杜拜，我再去杜拜下飞机，完全不认识。那个发展之快啊，你难以讲为什么呢？因为事实上你要知道，沙特它是实行这种非常保守的伊斯兰教义的，所以他们的有钱人在沙特是怎么样没办法享受的，都要去哪？都要去杜拜，都要去阿布达比，然后另外一方面，它也金融也比较开放，所以呢，它就慢慢变成这个中心的一个跟外界世界用这个外界世界标准来过日子，然后实行这种金融政策也好，移民政策都是很开放的一个地方，所以它发展得很快。那可是就虽然它跟伊朗有这个纠纷啊，有这个领土纠纷啊，可是伊朗也用它作为伊朗的怎么样跟国际收支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据点，所以双方是既斗争又联合。所以这一次他被打了1500次，最主要他跟美国的合作，因为这个国家他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一个后盾。对，他事实上已经被人家骂他说他是沙特的这个什么小喽啰啊，什么都配合沙特。可是呢，他要维持他自己的安全，他靠谁？靠美国，所以跟美国合作的很多。那这一次我觉得这个伊朗一直攻击他，攻击了1500次啊。那原因一个是警告他不要跟美国走得太近，另外一个呢，也就是说趁这个机会把领土问题再跟这个阿联酋这个小国给他一点警告吧。好，所以波湾国家这一次跟美国越走越近的，反而攻击的力道是越来越强。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看到
到很多的波湾国家现在胆战心惊的因为看到伊朗真的是发狠似的在袭击，但是川普哇，看起来还可以老神在在当键盘魔侠好，我们看到他在他的Truth Social也特别讲说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遥遥领先，所以油价上涨的时候免惊啦，我们会赚很多钱还说会从中受益。好，这亚洲国家看了实在是就大条呢这满头问号。我们是最大的受害者所以川普不认为，他心里只有他自己。好，那我们看到，因为现在荷姆兹海峡被封了嘛，大家就一直在讨论说美国你可不可以护航一些商船呢？好，现在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说只要军事条件允许，美国海军可能会跟国际联盟合作，护送船只通过战略要道荷姆兹海峡。他说我们完全控制了天空。他们已经没有空军了他讲的是伊朗，而且伊朗的海军已经从字面上跟象征意义来说都已经沉没了。好，贝森特是为财政部长他现在在涉猎军方的事情有谱吗？我认为伊朗他还有水雷嘛我们等一下会讲。好，所以我们来看到伊朗的副外长说伊朗允许部分的国家船只通过荷姆兹海峡，但是参与侵略伊朗的国家不享有安全的通行权。好，那当然也看到了英国的国防大臣希利有特别讲说，其实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伊朗正在荷姆兹海峡布设水雷。好，那我们看到美国的民主党籍的参议员Murphy 他倒是觉得说其实真的就是太低估伊朗封锁荷姆兹的决心。好，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Let me start with the bombing of this girls' elementary school in Iran. I start here because it shows in this one horrible incident the insanity and the destined failure of the president's strategy in Iran.You cannot bomb a nation into submission. You cannot impose regime change from the air. 好，看到美国国内有参议员在反川普但是现在全球就是陷入一个石油危机这个是一定的。好，那现在看到路透社说中国大陆发改委下令他们即刻起禁止3月份的成品油出口。好，那当然包含一些汽车、柴油还有航空燃料等等的。好，那美国则是宣布暂时放宽了俄油的制裁，油价飙涨已经让莫斯科每天进账1.5亿美元了好，那国际油价飙涨超过 9%， 那布兰特原油每桶突破了100美元，创下了2022年8月以来的新高。那现在中国大陆也在轰美国是政治在操作因为王毅有警告说，中东战事如果继续延宕就会带给当地人民更多的苦难因为他12号有跟埃及的外长进行了通话希望能够按下军事行动的停止键。好，那甚至美国安理会也指责中俄保护伊朗但是傅聪这边有一些说法，我们来听一下。美国作为伊核危机的始作俑者，其所作所为违反国际法以及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中方予以强烈谴责。我们敦促美国立即改弦更张，回归外交谈判，明确承诺不再动武，予以开展真诚对话，达成符合国际社会期待的解决方案。好，这场战争不就是美国跟以色列发动的吗？然后怎么美国还在怪中国保护伊朗呢？好，那当然这一切一连串包含油还有一些川普的一些行动。我们先问亮哥，这美国现在真的有点乱了。因为包括川普啦，或者是贝森特，他们都在随便说话了。事实上，美国军方已经有一点，因为美国的总统不能直接指挥军队他要经过联席会议，那军方要有方案，那就决定做哪一个这个川普已经讲了多次，希望美军去护航荷姆兹海峡，都被拒绝，因为美军提不出方案，他认为太危险，会造成伤亡那还有第二个就是派地面部队，美军也一直反对，他说会没有办法结束而且派的量。大家估计是20万起跳了，你怎么弄所以我跟你讲，川普的绝招我们刚刚讲的，我说军事上的啦，
护航荷姆斯海峡军舰要进场，做不出来，然后派地面部队啊，不好都也没有办法，所以你军事上没招，你就只能在攻击嘛，所以才会有那个卡格岛的轰炸案，这个案子才会浮上来。那这个为什么军方可以接受？因为他不会受伤，他炸一炸就走了。这是 Plan C 了，可是那个就是说，那个是指后面的后遗症，那个就不是军方的问题了，那是国安单位的问题啊。那国安单位认为这一招要谨慎嘛，因为伊朗会报复沙特阿拉伯跟阿联酋的油田嘛，那这样就没解了，那英国的国防大臣为什么会一直讲说伊朗可能会布雷啊？为什么美国认为没有？因为如果真的布雷啊，连中国的油轮都过不了。哦，对，那你怎么弄呢？所以我觉得美国的判断比较正确啊，因为伊朗现在的政策可能是选择性的要让人家过啊。那个莫迪最老贼了，莫迪打电话去啊，说你给我过啊，我平常跟你也不错。伊朗通融嘞，说印度也可以，结果印度一过孟加拉跟进也打电话了，说印度可以，孟加拉应该也可以吧？我们就在隔壁啊。坦白说历史上印度跟伊朗关系是不错的所以后来就是不是只有中俄啊，现在加了印度跟孟加拉可是就是亲美的那些集团都过不去嘛那所以欧洲跟亚洲还是受到严重的影响那我觉得印度又在这边捞好处了啦，那每次都这样，绰号叫海底捞就是俄罗斯的油卖给印度，也暂缓制裁3个月，川普也同意了，什么样都要分杯羹，而且都分到了，那俄罗斯那个印度当做转卖中心也成功了，你看，我觉得他蛮厉害的，所以中国要成立影子团队。事实上就有数据嘛，说从今年到现在，伊朗事实上出油到中国大陆，大概也有1000多万桶所以事实上是如常在出了。介大使怎么看？那个伊朗政府讲得蛮清楚，人家打仗你要达成什么结果，人家讲清楚，对，然后你能够觉得可能。伊朗现在已经他的这个战争的目标已经讲得很清楚，我们要继续对美国急出反击，最后把他的经济打垮。他没有说消灭美军，也没有消灭美国国权，我要打垮美国的经济。你觉得人家打仗是不是有没有想清楚你在打什么？对，伊朗就很清楚我打垮你的经济，因为他知道你的罩门就在经济，他有目标，对，非常清楚我们听起来，他还知道这个是他可能做得到，而且他也在做。川普的罩门就是石油就是荷姆斯海峡，对不对？他急到说我们要去护航，结果美国军队没有一个人敢去，对不对？你怎么护啊？美国现在不管你林肯号还是什么这些号都躲在1000公里以外怎么可能去靠近荷姆斯海峡？最窄的只有30多公里怎么可能去？那个是 sitting duck， 就是你就是浮在那个水上那个人家在打的那个鸭子一样，你就去送死。所以不可能的。所以呢，川普其实他那天就是有关这个伊朗封锁荷姆斯海峡，他出来立刻做的这个记者会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也把所有对于石油有关的制裁，我们全部解除。所以俄罗斯的油可以卖了，然后不要说俄罗斯，他对所有用这个石油制裁工具，他说全部解除。可见他心里面是很慌的对不对？你如果那个时候涨到114，如果继续往上冲，伊朗说你再继续跟我对下去，我跟你保证200美金。那荷姆斯海峡，我一直说那只是小菜第一碟小菜，主餐是什么？主餐是把沙烏地阿拉伯的油田给你炸了，炸一个你就知道你就严重了，对，那个才是伊朗现在手上他还不愿意打的。川普现在只能写文章，借文章消愁，写几篇文章在那边，我再杀你，就这样，还能做什么？看不出来他能做什么。我看今天现在很多国际间的评论都说，川普这场战争
他自己所设定的目标没有一个实现。他设定了很多目标，6、7个了。他说我要把他的这个飞弹能力摧毁，人家昨天人家最重的炸弹和飞弹出来，然后还告诉他说，我们还有很多新的，我们现在开始使用了。你川普，你到底打了半天，你的战果在哪里？我们现在看不到啊。对啊，所以嘛，就说战争为谁而战，为何而战，这件事最重要。目前川普还是看不出来哈。将军，我想评估一下所谓护航。是，你知道护航啊，在英国以前有例子，20大战很多次嘛，一两条军舰带7、8条、10几条的这个商船。我请问现在的军舰跟以前结构不一样了。以前的军舰上很多炮、很多枪，现在军舰上只有1门小炮，对，其他都要靠飞弹。对，那今天你面对的是什么？荷姆斯海峡这么长，人家布置的火箭，还有我们最土的步兵的炮，对不对？那个炮打过来，照样把你军舰，因为你军舰是甲板很硬的，车舷很薄啊，他不打商船，打你军舰你都受不了，军舰比商船贵啊。所以这个护航是鬼扯的。第二个，开放水道给印度、给中国，有可能就看伊朗的水雷有多进步。水雷有很多种，对，水雷有说下面铁链子悬浮的，根据深度不一样，有锁在下面的，给一个信号它浮上来的，这样还有的是要飘的，还有的呢，水雷还会根据磁性往你那边靠的。所以百种呢。所以今天他布的时候，我是可以开关的，所以一定要可控啊。哎，可控，对，就是看伊朗的科技了哈。对，我知道的科技有这种。OK， 那今天中国船了，我关掉，你过去；外国船了，开。所以还是大家跟着中国船走。对，所以这个问题就是看伊朗的水雷的进步的程度。所以他讲开放给印度啊。开放给孟加拉不是不可能的，能讲这个话，说不定他有这个东西。所以，伊朗就摆明了，我海军空军早就没有了，我是没有了。现在，川普可能会讲，我的大战列舰要出来了，因为炮多，还没盖啊。因为现在海岸线都在伊朗手上嘛，是，他可以步兵可以贴近这个水道，我们的炮兵可以打30公里。对啊。他放在山洞里打你怎么样呢？对，所以这个东西啊，防不胜防，防不胜防。甚至于那个小兵还有无人艇呢，对不对？还有无人艇，对，还有无人机呢，油轮本身就是个燃料库，炸一个就爆了。所以护航的是不必提了。那个大的油轮不敢冒这个险，不敢冒这个险，对吧？所以你看这个贝森特还在讲护航，那鬼扯。所以这一批都是不懂军事的文人。你看出问题来了没有？不懂军事的就随便乱说话。为什么美国高级将领都拒绝？懂啊，派陆军那将来就是下一个韩战一样嘛，陷进去嘛，阿富汗嘛，你陆军上去达不成目标，你就要不停的送陆军上去。你像越战刚开始小规模的嘛，打了最后魏莫兰带了68万人撤退啊，狼狈撤退啊，没错，68万人呢都打不过啊。所以你说对伊朗你能动用多少部队？你没有个100万解决不了问题吧？伊朗比越南要强，大太多了，对不对？而且它地形又更难。所以美国的军人没有错啊，不能搞地面作战，不能搞护航作战，跟你讲得清清楚，你不听嘛。